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1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2.70，收盘价是242.6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4.63，最低价是在242.08。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又重新跌破了20日均线值，并且也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当日的成交量是1.251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33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零轴，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在建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后出现横盘之后的再下跌中。那并且呢，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它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同时也跌破了这根也就是10月4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因为这根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突破的 K 线，那么它的最低呢通常是比较强的支撑。那股价目前的收盘价也跌破了这个位置。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那这些信息都说明日后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256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收盘价在249。实际在10月18日收盘价是在242.68，出现的是大幅的下跌。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转向下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性质也完全不同。因为我们预测的反转向下呢，股价是没有跌破前低的，也没有跌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一个目标。而实际的收盘价我们会看到它跌破了我们设定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同时呢也到达了第二个目标，或者说是在第二个目标，也就是242这个位置是遇到了一个支撑，并且是收在了低位。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一根带有大的成交量的实体长红 K 线，那日后呢股价还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因此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那由于第一个目标已经被跌破，我们先把它删除。对于10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要保留这条水平线，也就是10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42.62，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在242.68，所以这第一个目标并没有跌破。所以呢，对于日后股价下行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保留它。好，那么跌破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支撑位。那这个位置被跌破，那股价下行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234。我们在之前的视讯当中多次提到过，
股价在这样一个多头的上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回档，它的目标就是前低234。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一旦234被跌破，我们会看到上方已经有了头低，下方再出现底低，那么股价将会继续自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也就是股价的第三个目标，就是212。那跌破212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或者说是叫继续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上方有头低，下方还缺少底低。对，好，那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42、234和212。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到达第二个目标的时候，那么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我们认为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因为从目前，也就是自7月19日以来，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这2条趋势线，也就是这个1号的下行趋势线和这个上行趋势线之间，我们会看到是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波动。那么上方已经有3次遇压而反转向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方是否股价在这条上行趋势线会得到支撑。所以我们认为目前股价的这个第二个目标234这个位置将会是强支撑。我们再补充说明，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跌破，强支撑是重要的标志位。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我们先来变换一下颜色，这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好，那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原来我们定义的这个目标，它是一个强压力。那目前股价出现了一个实体长红 K 线，那么这样一来，10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是前高，所以我们目前要把这个第一个目标设定在10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57。那要站上257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也就是自10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我们会看到上方有了头低，下方也有了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地方是底低。所以说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好，257如果能够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69。那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9月27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当然我们会看到上方的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一个压力。好，那第三个目标，如果股价站上269，那就是279。站上279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当然，再向上就是299。好，那实际上目前我们看股价现在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呢，是非常的关键的，也就是257。如果股价日后能够在下方的趋势线能够遇支撑而出现反弹，那么股价是很有可能会重新站上257的，也就是继续在这个区间内进行震荡。对，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说明。我们再重复一遍，上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57、269和279。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10月
19日盘中我们要给出观察位。那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我们先下移这条水平线，这条水平线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的是253，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它的附近。对，在它的下方运行，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好，那对于10月19日，我们要给出的一个观察位是238。好，这是一个位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10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42，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好，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一个是股价如果出现了一个继续下行，那么我们要关注238。如果238实际上是目前的股价的这个位置到234这个位置的一个相对于一个中线的位置。那么如果股价在10月19日盘中继续下行，我们要关注238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如果不能够支撑住股价，就是股价会在238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继续收低的。但是如果股价在238这个地方得到支撑，那么股价就很容易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对，这是我们关注238的原因。那前低242，我们为什么也要关注它呢？就是如果股价在盘中出现了反弹，那如果能够在242上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的收盘价会收在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实体部分之内，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更高位的一个反弹。对，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这2个位置的目的。我们再重复说一下，关注242就是如果股价能在它的上方运行，会出现一个相对高的反弹。然后呢，238关注它的目的就是如果在盘中股价是会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很容易收低，收在这个位置。对，好，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对于10月18日收盘价在242.68出现了大幅的下跌，然后成交量增。在这样的一个信息下，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因为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说过，这样一个增量的下行，大幅的下行，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空头目前从现在的收盘价的位置，一直到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上方最高254这个位置，都会有空头的进入。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34和下方的这个趋势线的交点。那么目前空头的回补位，我们认为是在255到258之间，这个区域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好，那我们再来看看10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48到249之间。
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52附近。第三个压力位是在255附近，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它也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那255现在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好，再向上就是257，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给出的上方的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238，对，是我们给的这个观察位。然后呢，接下来的支撑是234，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和233，也就是这根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这是第二个支撑。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缺口217到220，当然还有一个支撑就是21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是继续下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243.5，在这个位置。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235.5，收盘会收在238.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3.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下行。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38，最高上方会到达245.5，然后收盘会收在24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